得民心，得天下，得民调，得痔疮。大家好，我是 Wasabi。哇，看到了上面这个啼笑皆非的发言呢，我就觉得我还是来跟大家介绍一下痔疮的小知识好了。其实呢，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痔疮组织哦。痔疮组织是什么？痔疮组织它是由直肠、肛门里面的黏膜下血管丛以及纤维结缔组织所构成的一个有正常生理功能组织哦。那你们没听错，它是有正常生理功能的哦。大家要知道，如果我们想要闭合我们肛门口的话，只靠收缩我们的内肛门灰肌跟外肛门灰肌是不够的哦。我们还需要这个痔疮组织的帮忙，它就像一个软垫的作用，可以增加我们肛门口的紧闭性哦。如果说我们少了这个痔疮组织，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就像是如果说你打喷嚏啊，或是你在爆笑的那种时候，对不对？你就发现啊，怎么湿湿的？这是闪屎啊，各位，非常尴尬。除此之外啊，这个痔疮组织上面还有感觉神经哦，它可以让你感觉到你有便意。听到这边是不是觉得哇，痔疮组织是非常伟大、非常重要呢？那我们所说的痔疮呢，它就是一个有病态性、非正常的痔疮组织哦。那怎么样让它有病态性啊？刚是不是有说过了，痔疮组织它是由血管丛在里面的哦。所以说，如果说你在那边血管丛的血液循环受阻，血液淤积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就会形成一个肿块，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痔疮哦。如果说你本身是怀孕妇女，或是你是肥胖族群之一的话，在你们腹部压力增加的情况下，你们肛门直肠的静脉丛里面的血液循环就会受到影响哦。除此之外啊，如果让你的肛门局部压力增加的情况下，也会有机会造成痔疮哦。比如说你可能纤维食物摄取不足，或者是说你常常会有便秘或是腹泻的情况都有可能哦。还有说你如果是长期久站或是久坐的职业，比如说像是厨师、司机、护理师等等，或者是你本身作息不规律、常熬夜啊，或是你有酗酒的情况，这些都是可能造成痔疮的族群之一哦。还有啊，随着年纪的增长，你的痔疮组织这边的纤维结缔组织会渐渐的松脱。那在没有纤维组织支撑的情况下，你血管就会容易疲乏，因此会影响痔疮里面的静脉丛血液循环的情况哦。最常让自己发现自己有痔疮的情况，就是你有血便的情况。不过啊，这个血便是你在便便的末端会有血液的情况，这种时候你才要怀疑你有可能得到痔疮哦。如果说你整条大便都呈现黑色的情况，你要开始怀疑可能是你肠道有发现一些炎症，或是有些破洞、溃疡的情况，这时候会建议大家直接去看医生会最好哦。除了血便的情况之外，如果你发现你肛门处怎么有异物感，或者是你发现你的肛门有长期的疼痛感，或是有瘙痒感、灼热感，或是感觉好像有异物快吐出来的感觉，这些都可能是你已经得到痔疮的征兆哦。好的，那我们进一步再探讨痔疮的话，它其实是有区别的哦。它依照发生的位置情况有分为内痔以及外痔哦。那这区分的基准是在于我们肛门的解剖上面有一个线叫做齿状线。如果说你痔疮形成的位置是在这个齿状线以内，我们称之为内痔哦。那这个齿状线以内的上皮组织哦，它是由内脏神经所控制的哦。也就是说，你很难发现有疼痛的感觉，因此在内痔初期是很难被人家发现的哦。而且啊，内痔它还有分等级的哦，从轻微到严重分为1、2、3、4级。第一级内痔是指说，不是低级，你看高级内痔啊，我说第一级别的内痔，它是指说你的上皮组织有微微的凸起，但是没有到下垂的情况。而第二个级别呢，是说你的痔疮组织已经开始慢慢下垂了，不过在你没有大便的情况的时候，它会自动的回去了。再来这个第3级别呢，是指说你的痔疮组织已经肿大到超过你的齿状线以下的部位了，而且在你大便的时候会发现这个痔疮会有突出你的肛门的情况，你这时候会有瘙痒感，必须用你的手指把你的痔疮组织顶回去，才有办法回收到你的肛门里面哦。最后第4级的内痔是最严重的内痔哦，也就是说你的痔疮组织已经突出到肛门口外面，而且你用手指是无法顶回去的哦。如果说是在齿状线以外的话，我们称之为外痔；而在齿状线以外的上皮组织，它是由体神经所控制的哦。也就是说，如果你有外痔的情况下，你会非常的感觉到有疼痛感，而且呢，在外痔的痔疮下面很常会有血栓形成。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肛门外围会有一个紫色的凸起物，这种情况我们称之为血栓痔哦。
哇塞，听完了这么多痔疮，我到底要怎么解决啊？大家不要惊慌哦。如果说你是属于那种比较轻微的痔疮的话，其实是可以透过自我照护来改善痔疮情况的哦。首先，最重要的是要从你生活习惯做起。如果说你是属于第1级或是第2级内痔的情况下，你是可以透过多吃一些高纤食物，比如说蔬菜、水果，像香蕉这种高纤的水果，还有多喝水分，少吃油炸的食物，这些都是帮助你达到软便，让你排便顺畅的一个方法哦。那如果在行为上面的话呢，如果你是属于久站久坐的职业的话，记得时不时要更换一下你的动作。久坐你就起来站站走一走，如果久站的情况下，要记得适时让自己休息，并且要养成规律运动习惯，促进你的肠胃蠕动，才不会有便秘的情况哦。除此之外呢，还可以采用做温水浴的方式，将你的屁股浸在温水里面，大概10到15分钟，一天大概可以做3到4次的温水浴哦。这样的方法除了可以减少发炎的情况，还可以放松你的括约肌，来减少痔疮的形成哦。当然，除了以上这些方法之外，也是可以到药局去购买一些痔疮的药物来使用的哦。目前市面上治疗痔疮的药物，大多都含有像局部麻醉剂，让你不会感觉到那么疼痛，或者是类固醇，具有消炎的作用。还有像收敛剂，不过这边要注意哦，如果你使用的药物含有类固醇成分的话，记得不要超过使用1周哦。如果过度使用类固醇药膏的情况下，是很有可能会造成皮肤炎的哦。如果说你使用药物治疗6到8周都还没有办法缓解的患者，或是你本身有1个以上的3级痔疮，或者是你有4级痔疮，亦或是你有混合痔，还有刚刚有提到，如果你有血栓痔的情况下，也要记得去就医哦，因为这些情况代表说你有比较严重的痔疮哦。好了，我们讲到这里，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得痔疮并不是只有得泌尿这么简单而已啊。好了，希望大家看完这个影片可以收获满满。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请帮我按个赞。如果觉得有帮助到你的话，也可以帮我分享出去。我是 Wasabi， 我们下次见。每天看到评价好爽好爽，他不知不觉得了痔疮了。